大家好，一大早我们在酒店吃完早饭，就赶往佛罗伦萨的火车站。老公结束了公事，开始度假了。现在呢，准备乘火车去看举世闻名的比萨斜塔。火车票是事先在网上买的，这样到火车站就省去了排队买票的时间。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在比萨三船站下，那儿离比萨斜塔还比较远。要到哪儿呢？要到比萨 S 罗斯高站下，更近一些。从佛罗伦萨火车站到比萨只要1个半小时。下车后步行10几分钟，就看到了比萨市的奇迹广场，也有叫大教堂广场。比萨斜塔就在广场内。到广场大门了，进广场是免费的，只有进比萨斜塔内参观才需要买票。广场内除了有比萨斜塔，还有比萨大教堂、洗礼堂和墓园。这些建筑均对11世纪至14世纪的意大利建筑艺术风格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被联合国评为世界遗产。进入广场后，第一个所见的就是大教堂。这种类型的大教堂在佛罗伦萨已经见过好几座了，是很典型的意大利风格的教堂。前后看一下。老公让我前后看一下，注意防小偷，因为在前面下火车的时候，他的背包好几层拉链被拉开了，好在没有丢什么东西。前面就是比萨斜塔了，它位于大教堂的后面，是奇迹广场3大建筑之一，始建于1173年。当时设计呢是垂直建造的，但是呢在工程开始后不久，由于地基沉降不均匀和土层松软而倾斜。1272年完工，塔身向东南倾斜。比萨斜塔是一座哥特式建筑，由白色大理石砌成，高约55米，共有7层。整座塔身呈圆状形，顶部是一个圆形的钟楼。塔身呈现出明显的倾斜状态，顶部和塔基之间的垂直距离有4米左右的偏移。在20世纪初，塔的倾斜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为了防止其倒塌，进行了一系列修复工作。在1990年代，通过加固地基和倾斜角度的调整，使得比萨斜塔的倾斜得以稳定和控制，成为安全的旅游景点。我们之所以熟悉比萨斜塔，是因为我们在中学的课堂上学过的自由落体定律，是科学家伽利略在斜塔做过的自由落体实验而得出来的。传说1590年，出生在比萨城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曾经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自由落体实验，将2个重量不同的球从相同的高度同时扔下，结果呢，2个铅球同时落地，由此发现自由落体定律，推翻了以前亚里多士德认为的重的物体会先到达地面，落体的速度同它的质量成正比的观点。但是对于伽利略是否在比萨斜塔做过自由落体实验的一直有争议，因为这个说法呢是伽利略的学生写的历史故事中描述的。伽利略和比萨大学及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没有关于这次实验的记录。还有记载，1612年有一个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在比萨斜塔上做过这样的实验，但他是为了反驳伽利略而做的实验，结果是2个球并没有同时到达地面。争议归争议，不妨碍全世界的游客前来参观。
看看这些学生们是不是将来成为像伽利略那样的科学家呢？广场边上也有商店和饭店，逛累了可以到这儿歇歇，吃个饭。Ah oui, elle est flambante ma glace. Je trouve qu'elle est flambante. 参观了1个多小时，就原路走回我们刚才来的那个火车站。进去啊。要发。第4个是我们的，要下去。叫拉斯贝尔。坐火车的好处是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我喜欢看田园风光和当地人住的什么样的房子。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一期再见。